公司里新来的女员工家庭条件很差，和同事们相处的也很不好。我每次去她都是孤零零的坐在工位上啃馒头，挺可怜的。每次我点外卖就顺手给她带了一份。后来公司里都流传我在追求她，笑我是真饿了，不然怎么能看上她。我想解释，她却趁此时机向我告白，要我和她结婚。我果断拒绝，她却情绪激动地控诉我猥亵她。我被警察带走调查，爸妈一大把年纪被人戳脊梁骨，忍受不了舆论，自杀以示清白。我质问她为什么污蔑我，她却冷笑道：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吗？现在你是个孤儿，我配得上你了吧？我气得怒火攻心，再度睁眼。她拿着手里的馒头，看着眼前的外卖，咽了咽口水，问我：这是给我的吗？我冷笑，怒斥：人长得不怎么样，想的还挺美。对上张永一期待高兴的眼神，我当即就脸黑了。前世就是被他这无辜可怜的样子给骗惨了，我不过是同情他可怜，又碍于他的自尊心，所以每次给他带外卖都没说什么。谁知道他居然脑补一出大戏，认为我爱他爱得无法自拔。我一个土生土长的京城人，有房有车有学历，那么多美女我看不见，偏偏看得上他这个土妞。一想到张永一前世的所作所为，我恨不得把手里外卖直接暴扣在他头上。老天既然给我重活一次机会，我绝对会放下助人情节，尊重他人命运。张永一见我站在他面前，手里还拿着外卖，他感动地捏紧手里的半块馒头。如今的他还没被我投喂，所以整个人一副面黄如蜡、营养不良的样子。这是给我的吗？他咽了咽口水，伸手就要接过了。我手里确实拿着2份外卖，不过重生回来的我，就算给路边的狗吃都不会给他吃的。人长得不怎么样，想得倒挺美。我冷笑着，说完就要走。张永一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。你特意买2份，还说不是给我的。他声音拔高了几分。中午在公司午休的同事听到声音都探头看着我们俩。我去，王轩跟那土包子谈恋爱了，口味真独特。南平，妈惹，那女的一开始要坐我旁边我都不乐意，王轩居然还喜欢她。那些八卦且带着震惊眼神让我坐如针扎。前世我只当是在做善事，再者我在竞争小组长的位置，帮助同事博得美名，这也是有助于我晋升的。现在想来，一个人能被孤立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我对上张永一那埋怨的眸子露出8颗牙齿，微笑道：我太饿了，吃2份不行吗？按照你这么说，小丽他们天天带饭，岂不是也是给你带的？听到我这话，公司那几个女同事瞬间就没法旁观了。张永一，我就没见过你这样自作多情的，人家王轩说了是给你的吗？哈哈哈妈呀，路过他就是给他带的。疯了吧？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也不知道领导怎么想的，招他还不如招个花瓶，最起码赏心悦目。上班的人怨气十足，有了发泄点，大家都会跟着吐槽。张永一瞬间涨红了脸，他拿着自己拿破旧的水杯，气冲冲地离开了工位。大家吐槽几句后，也很快结束了这个话题。我对着香喷喷的外卖饭盒大快朵颐，甚至觉得自己刚刚说的太轻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来日方长，我绝对不会再让张永一这个疯女人咬上我。平时我忙着工作，跟同事交流并不多，业绩第一本就惹人眼红，所以在张永一污蔑我的时候，所有人都选择相信。同事的供词，张永一酣畅淋漓的演技，警察都信了。我爸妈都是教师，一把年纪最注重名声，哪怕张永一没有直接证据，警察把我放了，可旁人的唾骂依旧成了压死我爸妈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悉心教导的儿子居然成了猥琐女同事的变态，这让他们如何接受？我百口莫辩，陷入自证陷阱。最后我爸妈自杀，彻底让我崩溃了。明明我只是想帮助人，却害得自己家破人亡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说的就是张永一。重生回来，我绝对要阻止悲剧发生。下午大家都忙着工作，我去茶水间倒水的时候，张永一竟然也跟来了。他像是看破了一切，说道：王轩，从我刚入职，你眼睛总看着我，其实我早发现了，你中午那外卖明明就是买给我的，可你为什么还让同事羞辱我？喜欢一个人不就是要对他好吗？我真的有点看不懂你的心思了。张永一叹气，语气里有些埋怨。他真的无时无刻都让我有种想暴扣他的冲动。那你没发现其他人也在看你吗？我忍着脾气问道。谁知道他突然娇羞起来，还给我抛了个媚眼。哎呀，我也只关注你的，如果你是吃醋了，可以跟我说。楼下保洁阿姨打扮的都比你时尚，我当然跟其他人一样，好奇你怎么能又穿红衬衫又穿绿裤子的。隔壁时尚传媒公司的人要是看见你，估计都2眼一黑晕死过去了吧。要看你2眼就喜欢你，全公司男人都喜欢你了，你真是饿疯了。张永一要气炸了。王轩，我冲好咖啡，绕着他2米溜走，生怕他靠近我。刚出茶水间，就看见门口假装聊天的2个女同事。这2人最喜欢聊八卦，公司上下就没有他们不知道的事情。
大到老板跟秘书偷情，小到楼下保安跟保洁的爱情故事，可想而知，我刚刚要没大声谴责张永仪，那今天下班之前我暗恋张永仪的事就能传遍整个公司了。我照常工作，不过想到这群同事的作用，所以我打算在事情结束之前先打入内部。王轩，你也太惨了，张永仪估计喜欢你，我听着就瘆人，他不会在心里歪歪咱们吧？我要吐了！哈哈哈哈！大家越说越离谱，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猜的可真就全中了。我耸耸肩道：“大家可别乱造谣啊，反正我绝对不可能喜欢他，我有对象了。”众人又是新一轮八卦，好奇我女朋友长什么样。其实我是没有的，顶多只有爸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。但我仔细想了一下，若我有对象，岂不是更能说明张永仪是一厢情愿？回到家后，看见爸爸在浇花，妈妈端着刚烧好的菜出了厨房。两人看见开门声，同时探头来看我。小轩洗手吃饭了，你妈算准了，你这会到家。我算的准不准？准。其乐融融的家庭，爸妈还在，客厅也不是灵堂。我的眼眶瞬间红了，借着洗手冲进了浴室。这一刻，我更加坚定了报复的决心。吃饭时候，我主动提起了一直拖着不愿意见的相亲对象。我妈高兴得不得了，当即就推了微信给我。父母能有什么企图？不过是希望看我成家立业罢了。相亲对象很快通过了好友，跟我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起来，甚至工作时候我都会抽空跟他发消息。同事算是真相信我有对象了。万年铁树开花了呀！轩哥，对方到底何方神圣啊？也好让某人死心不是？哈哈，多久的老梗了还说？就是别搭理他不就好了。听到我们的谈话，张永仪坐不住了，哭着走到了我面前，想要拉我的袖子。我赶紧把手甩开。干嘛？男女授受不亲。王轩，你为了跟我撇清关系，还捏造有女朋友的事情。你女朋友不就是我吗？我知道你是觉得在公司谈恋爱影响不好，可是我平时不会打扰你的呀。你一边说喜欢我，一边又嫌弃我，我做什么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张永仪此刻的模样像极了被渣男伤害抛弃的样子，很惨。上辈子他在报警污蔑我的时候也是这样声泪俱下。他哭得站不稳身子，泪眼模糊地看着我。王轩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不愿意跟你在一起，你就猥亵伤害我，你这让我以后怎么见人？我都震惊了，让他拿出证据来。谁知道他却说，女人的名节比什么都重要，我为什么要毁掉清白去陷害你？你平时照顾我，给我点外卖，我都看在眼里，可是强扭的瓜不甜。张永仪的话让众人看我都变了脸色。他可是公司出了名的又丑又土，还很穷，这都不是他的错，他得不到我就想毁掉帮助他的我，这错的他可以直接下地狱了。我百口莫辩，哪怕判刑需要证据，但我也跟被判了死刑一样，所有人都对我指指点点。大公司的丑闻总是传播得很快，我的工作也没了，爸妈也被我连累，什么都毁了。这样的人真的很可怕，被他盯上了，不死也要脱层皮，内心阴暗的恨不得毁掉所有的一切。我思绪回笼，看着面前的张永仪哭着指控，如此逼真，不少同事都怀疑了起来。王轩，你对象不会真的是他吧？就是谈恋爱公开就是了，公司不是不允许谈恋爱的，只是你这操作。不说话的则是一脸的唏嘘，保持看戏的态度。我冷笑着，你说你是我女朋友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貌似我们连好友都没有吧，工作都是走钉钉，压根没有交集。你这话说的，那我还说我是沈雪宁对象，你问问人家答应我不？沈雪宁是我们公司主管，人美话少，她的追求者都要排到对家公司了，多少人开工资想给她挖走都没成功。王轩，你这痴人说梦啊，沈主管怎么可能看得上你？一个男同事立马就对我了。那我请问，我怎么看得上他？他脑子有病乱发疯，明天就说是你女朋友，我看你老婆来不来公司闹？见我这么打比方，大家清楚多了。所以啊，你说你是我女朋友，你不能只靠歪歪恶心我呀，证据在哪里？张永仪结巴了，他脸上一阵燥热，不停地抠着手指，似乎是没想到我会如此不留情面。刚进公司你就跟我说了，说会关照我的，而且还说有困难就找你，这些承诺你都忘记了吗？张永仪越说越委屈。噗嗤，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耳熟？哦对，轩哥在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也跟我说了这话，他似乎跟每个人都这么说了吧？妈耶，我都无语了。众人翻白眼，没想到奇葩竟然就在身边。张永仪忽然想到什么，他指着我手机道：那你给你女朋友打电话啊，你就是在骗大家。王轩，你就是个敢做不敢当的渣男，你打电话啊。我默默骂了一句傻逼，然后给相亲对象拨了个电话过去。我是不想证明什么，但是他如此攀咬，我定是要坐实了我有对象的事。铃声一直在响，好像并没有要接通的意思。看着大家好奇的样子，其实我心底也没底。虽然跟他聊得来，
可我还没跟他打过电话呢。要是他给我骂了一顿，我岂不是穿帮了？我大脑飞速运转，在电话接通的一瞬间，我立马喊道：“老婆，今晚有没有时间？我们去看个电影。”同事的眼里满是八卦以及兴奋，我手心都冒出冷汗了。我故意把老婆2个字说得很快，祈祷对方没在意吧。好，那晚上见。女人声音温柔又动听，有种听声音就能想象是个大美女的样子。好，那你先忙，晚点见。我赶紧挂了电话，彻底松了一口气。张咏仪的脸色算是彻底苍白了，她憋着天大的委屈，哭着跑了。若再待下去，必然能听到同事的嘲笑声。卧槽，轩哥，嫂子声音也太好听了吧？那张咏仪怕不是真的脑子有病，人是怎么把她给招进来了？听说她家里穷，小姑娘来外地打工，人看着老实又上进，所以就给招进来了呗。咦，人家都有女朋友了，她还赶着凑上来，想当小三也不照照镜子。我有些心不在焉，或者说心跳得很快。今晚真的要跟相亲对象面基了。说实话，我都不记得他叫啥了。我妈那会儿给我物色对象，桌子上都是照片，名字也一大堆。我周末当然忙着打游戏，一个字都没听进去。如今突然就要见面，我心底还是很紧张的。下班后，我到了约定见面的地点，也看到了那个穿黄色裙子、长长卷发的女人。那不是主管沈雪宁吗？她那么多追求者，还缺对象？你就是王叔叔儿子吧？其实我们小时候还见过，我爷爷跟你爷爷是战友。沈雪宁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。你是大院里那个小胖丫头，天天追着我喊哥哥的那个。我惊喜的直接脱口出。沈雪宁红了脸，很不好意思。哈哈，都小时候的事情了，如今你真是女大18变，这么漂亮了。还没吃饭吧？我订了餐厅，先去吃饭吧。沈雪宁点点头，跟在我旁边。她穿着高跟鞋，也只到我肩膀，跟我说话时候总会抬头用亮闪闪的眼睛盯着我。相处几个小时，像是打破了信息壁垒。她高冷，只是对待不熟悉的人罢了。熟悉了就是个邻家小丫头，还跟小时候一样可爱。回去之后，我们聊天愈发频繁，就差戳破一层窗户纸了。同事都在开玩笑，问我们打算什么时候订婚，或者下次团建时候把家属带来。这要是带了，岂不是把这帮男屌丝给羡慕哭了呀？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沈主管最近来3楼的频率有点高啊？我也发现了，难不成公司这是打算裁员了？裁员好啊，第一个把张咏仪裁了得了，我天天看着她哭丧个脸就好烦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欺负她呢。语言霸凌何尝不是一种？但对待张咏仪这样的人，这些都太轻了。最近大家都在忙项目，压根没空去聊八卦，而且有谁会闲着一天到晚围着土妞去展开话题呢？可她依旧可怜兮兮地坐在拐角，每有人路过都会露出诧异。她怕不是坏事干多了能看见恶鬼吧？天天瑟瑟发抖。我从洗手间出来，就发现她站在男厕所门口盯着我，吓得我猛然一后退。王轩，你女朋友是谁？她质问道。跟你八竿子打不着，你别碰死我呀！我双手护着胸口，拒绝她的窥探。你跟她在一起了，我怎么办？明明我们才是一对，她就是个小三，你告诉我她是谁，我肯定不会放过她的。张咏仪声嘶力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真出轨了，合着我没给她点外卖，她还能继续脑补。我眼里止不住的厌恶，你是去厕所偷吃了吗？讲话这么难听，都是中国人，偏偏你说的我一个字都听不懂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偷偷知道我快要晋升组长了，然后想从我这里套取机密？你是对家公司派来的卧底，他妈的还派一个这么恶心人的，你可别靠近我啊！我大喊着从厕所跑开，张咏仪不死心的追了几步。不是比谁嗓门大吗？谁还不会吼了？厕所人来人往，自然有不少人看见了。我被张咏仪纠缠的事情很快就传开，就连在5楼的沈雪宁都知道了。听他打字的语气，像是吃醋了。我觉得也是时候该表白，便订了玫瑰花，包了电影院，甚至还请同事们一起去看电影。得知是要见证我的幸福，看热闹的人不少，大家都默契地瞒着张咏仪，更何况她也不在我们小群里。我跟沈雪宁说的是部门联谊，大家来看电影，随后去吃饭。她当成我要带她见人，还没哄心情，自动就好了。沈雪宁本就漂亮，打扮一下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大明星来了。大家这才知道，我神秘女友居然是她。老天爷，我不活了！王轩，你当初说自己是沈主管男朋友，真不是开玩笑啊！我靠，你玩真的？原来小丑是我们，失恋了家人们，心好痛。哈哈，都是戏精，赶紧进去看电影吧，别忘记我们今天的大事啊！沈雪宁压根听不懂跟我走得近的几个同事在说什么，只能礼貌地笑着，随后小声询问我，回去再说。我牵住她的手，自然地走进电影院，摸着她的小手，其实能感觉到她有些害羞紧张，但她不抗拒我，甚至回握住了。一场突然的电影院告白惊喜，
让沈雪宁感动得红了眼眶，点头答应了我的求婚。没错，谈恋爱多慢，我们直接订婚，相处好了。这下所有人都不会信我会有猥亵张咏仪的想法了。那我简直是放着鲜花，不要改去厕所找吃的，俗称疯了。我没疯，但张咏仪是真疯了。下班路上居然尾随我，企图从身后一把抱住我，吓得我一个回旋踢给他踹到墙上，砰的一声砸了下来。他疼得龇牙咧嘴，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。王轩，我都已经这么主动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要是不跟我在一起，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好过的。要是你女朋友知道你猥亵我，还有同事们，你觉得大家会怎么看你？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，你等着吧。我只能说，反派都死于话多。他既然这么说了，我自然要多留意一些。当晚就在东东网下单了针孔摄像头，次日到货后就装在我的领带上，看起来就是个小装饰品。我说是女朋友送的，也没人怀疑，毕竟沈主管的衣品一直都在线，偶尔打扮一下男朋友没啥稀奇的。张咏仪安静了一段时间就坐不住了，这天趁着我去资料室调查东西就跑了进来。最近公司检修，好些个监控暂时都不能用。张咏仪反锁了门，看我的眼神满是占有欲。轩哥哥，跟我在一起好不好？我知道我之前是太作了，我现在已经改了，我不介意你有女朋友，我原谅你了。说着他就要扑上来，像上辈子没见过男人一样。不对，上辈子他也是这么朝我扑过来，我以为他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慢慢给他推开，然后安抚他。谁知道他就是想要沾上我的指纹，好进一步陷害我。这次我学聪明了，想碰我一下门都没有。你可别乱来啊，这里都有监控的。我警惕地盯着他。张咏仪笑得愈发放肆，我早就打听过了，这里监控在维修，压根用不了。你今天要是从这里走出去，马上所有人都会指责你侵犯我。说罢，他解开自己上衣的扣子，一步一步地朝我走来。王轩，你既然关心我在意我，为什么还要跟别的女人在一起？你想让我吃醋，可你玩过头了，我真的生气了。我说过我会毁掉你，等你什么都没有时候，你才会发现，只有我愿意一直陪在你身边，只有我是爱你的啊。他口口声声说着爱，不过是在满足自己的私欲，步步想要逼死我。我眼底冰冷一片，痴人说梦，我看你就是个神经病。男人都像你一样善变吗？说照顾我的也是你，如今冷言相对的也是你。你既然不爱我，一开始为什么还要给我温暖？张咏仪崩溃地抓着头发，她衣衫不整地坐在地上，像是深陷沼泽，无法自救。她将期望的眼神投向我，泪眼婆娑。王轩，我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我自始至终都跟你说得很清楚，我不喜欢你，也从没给过你机会，是你在自欺欺人。我说的关照你，是对每个同事一视同仁的。我不知道你以前经历了什么让你这样认为，但我明确地告诉你，你已经给我生活造成困扰了。我自然不会闲得跟他说大道理，这不过是为了呈现最后证据时给我彻底洗白。说完这番话，我就要开门出去。张咏仪迅速爬过来，死死抱住我大腿。不准走，你不准走，都是你把我逼成现在这样的。你要不跟我在一起，我们谁都别想好过。张咏仪笑得癫狂，像个极端的疯子。不，他就是，但他的力气哪能敌过我，被我一推就推开了。开门离开的动作没有一丝拖泥带水。前世血一样的教训，对待这样的人有一丝同情，将来都是对我的致命一击。我回到工位上，没过一会儿，公司热闹起来了，说是有人被猥亵了。不用猜我就知道，是那女人开始自导自演了。再次见到张咏仪，她身边跟着3个警察，她衣衫不整，披着一个外套，然后哭个不停。是她，众人哗然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王轩还能干出这样的事情，这谁知道在公司闹出这么大事，这次他真完了。想不开啊，为了这么一个女的，工作丢了还要坐牢，好好的一副牌被他打得稀巴烂。张咏仪指认，让警察马上将我拉过去问话。对于旁人的感慨声，我充耳不闻。这个听风是风听雨是雨的时代，舆论只在一瞬间。你可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？警察一副希望我可以自己坦白的样子。我挠挠头，你们不说，我怎么知道？王轩，你猥亵我还不承认吗？你把我骗到资料室里，对我，众人都瞪大了眼睛。这可是公司今年发生最大的瓜了。警察同志，我都没跟他说过话，怎么骗他去资料室？这不纯纯造谣吗？而我的反应，在警察眼底像是在狡辩。王轩疯了呀，放着沈主管不要，去猥亵他？太假了，他也不像是饥不择食的人啊，反倒是张咏仪像。有没有可能是张咏仪主动现身，然后王轩半推半就答应了呢？结果反咬一口，现在事情闹大了。听着旁边人的猜测，我简直两眼一黑。这女人就算脱光了，跪着求我，我都硬不起来啊！真是令人窒息。警察询问我的时间线，
要跟张永仪的对上。好巧不巧，只要我离开工位了，很快没多久张永仪就走了，而且每次她的表情都耐人寻味。监控高清，但有些监控却没有，所以我现在有嘴也说不清，陷入了跟前世一样的死循环。王轩，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毕竟你现在有女朋友了，可你为什么还要毁掉我？呜呜！张永仪哭得很惨。我冷笑看着他，你说我侵犯你要讲究证据吧？正因为我每次离开工位你就走了，就那么巧刚刚我对你图谋不轨，然后还放任你去报警，这话听着就像是你栽赃陷害我。同事都知道你自作多情一厢情愿，你说的话可信度高吗？听到我的辩解，不少人都点点头。我高调求婚美女主管，事业也要上升了，平时跟张永仪几乎没有往来，我真是饿疯了才会对她下手啊。警察也不是吃素的，立刻去调取监控，但张永仪情绪崩溃，看着也不像是演的。这样，小姑娘，你把她对你做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出来，她要是说谎了，确实对你造成了伤害，我们肯定不会放过她的。但你要是造假的话，她也可以保留追究你的权利。警察安抚着张永仪，她身子一僵，神情都有些躲闪了。不过她还是一口咬定，我肯定猥亵她了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之前也有过，我身上还有伤。她下手很重，张永仪哭着撩开后背，一大片乌青，看着就很瘆人。卖惨确实多了不少同情心。警察立马板着脸，小伙子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情？我回家走在路上好好的，这女的非要冲过来抱我，吓得我以为是抢劫的，就一脚踹上去了啊。她背上有伤，她肚子上肯定也有伤疤，毕竟我先是踹的她肚子，然后她撞到了墙上的。我一本正经的纠正道，顺带把时间还有地点全都说了出来。1个月之内的监控都好查，更何况我还帮警察缩小了范围。王轩这样不像是说谎啊，可张永仪犯得着这样陷害他吗？这谁知道，他看着脑子就不正常。我看10有8九就是真的，王轩这下完大喽。张永仪抓住了重点，他歇斯底里的嚷嚷道，王轩，我何必要拿自己清白陷害你？这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你如此对我，肯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的，就让大家看看你私底下的真面目吧。他的话瞬间勾起了我前世的回忆。接下来我就会被警察带走调查，对家公司买热搜，我工作没了，父母也没了。我浑身一颤，像是刚经历噩耗一样。人群里是刚从楼上赶下来的沈雪宁，她企图跟警察去交涉，要替我做主，但在跟我对视之后，她停住了，因为这时候她更不能出来，如果陷入自证陷阱，那舆论又会像前世一样一发不可收拾。小伙子，跟我们走一趟吧，接受调查，强奸可不是小罪。警察说着就要上来拉我，尤其是女警，看我眼神更厌恶了。我理解她的出发点，但同情张永仪绝对不可取啊！我有证据可以直接证明她在说谎。张永仪急了，警察同志，资料室没有监控，他这是在狡辩。哟，你还知道这个？看来你很了解，资料室没监控，前面还说我骗你进去，你这明知危险还要进去啊？你要是自愿，现在干嘛说我猥亵？不是自相矛盾吗？我笑着就差鼓掌了。首先，你先前纠缠骚扰我，不少同事可以作证，我与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连微信好友都没有。你恼羞成怒陷害我的动机有了。其次，监控最近刚好有问题，你陷害我的时间也有了，得知我要去资料室，这地点也有了。好了，真相。张永仪脸色苍白，一时间都忘记哭了。等他反应过来，就痛哭流涕，要我给个说法。抓人要有证据或者嫌疑，这2点我貌似都没有吧？谁不知道你一天到晚脑补我喜欢你，我要针对你做什么？你怕不是做梦都要笑醒？我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。张永仪哭得上蹿下跳，你狡辩，你都是歪理。呜呜，你早想好了这套说辞的，我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他一副要哭晕了的样子，看起来真的很惨。我也没了继续开玩笑的心态，也不想再耽误警察办案了。我摘掉胸口的针孔摄像头，之前这女的就污蔑我喜欢她，导致我老婆误会，我怕她不相信，就留了一手。这里有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我没碰过她，并且是她自导自演。张永仪彻底傻眼了，她开始胡言乱语，就是你猥亵我，你还诬陷我，王轩，你心里真的一点都没有我了吗？你明明说过会对我负责的，警察同志，你们听见了，他打我，还家暴我。哎呀！张永仪发狂了一样，想要毁掉那个针孔摄像头，但我个子太高，举起手来，他压根够不到。好在警察很快拉住了他。同志们，我才是需要保护的受害者啊！要不是他那天威胁我，我也不会留一手。幸好证明了我的清白。我装作后怕的拍拍胸脯，上交了摄像头。大价钱买的就是不一样，高清无码，声音带感，把张永仪疯批样全拍了进去。摄像头一直在工作，一直到方才我们对峙那一幕，没有任何剪辑。张永仪再怎么死咬我，在铁证面前都没有用。还有，你身上有没有我的指纹，一查就会出来，
如果你坚持污蔑我，就去做个鉴定。当然，就像警察同志刚才说的，我保留追究你污蔑诽谤我的责任。这样的反转结局打得相当漂亮。我以为只有主角才会有高光时刻，没想到我王轩也有。可事实是，如果我没有重生的机会，在无法未卜先知的情况下，我这辈子就被张永仪给毁了。他爱我爱到几乎变态，把别人对他的好当成爱情，脑补出各自情节。而最后我拒绝他，成了把他逼上绝路的原因。他觉得他的痛苦一切都归结于我造成的，可明明我只是想帮助困难的同事罢了。这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的故事。这样的人天性凉薄极端，一旦招惹上，不死也脱层皮。就好比张永仪想毁掉我，压根就没有下线。后来他被警察带走训话了，而我也说到做到，坚决追究责任。张永仪被公司开除，我也拒绝和解，他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就连进监狱之前，他还打电话哭着骂我，问我为什么要毁掉他。我懒得沟通，将他彻底拉黑。一场闹剧落下帷幕，我顺利升上了组长，跟沈雪宁的感情也在一步步稳定。这事闹得很大，可他不是个爱翻旧账的人。用沈雪宁的话来说，活着的人总要看以后的日子。他像一阵温暖的春风，给我很舒服的感觉，又像是在不断治愈我。好多次我都从噩梦中醒来，生怕又回到了重生前，又害怕这其实就是一场梦。但搂着沈雪宁这真实的触感，不是在做梦。他被我吵醒后，就会抱着我撒娇，让他再睡一会儿。时间越久，我也就开始淡忘张永仪那件事了。老婆，那么多追求者，你怎么就选了我？门当户对啊，叔叔阿姨都很好，也很喜欢我。沈雪宁窝在我怀里，我陪她追着她喜欢的电视剧。不喜欢他们？听到我的问题，沈雪宁坐了起来，扑哧笑着看我。怎么，吃醋了呀？别人总给我一种带着目的接近我的感觉，而你不一样，我说不上来，可能我们就应该天生一对呢。感觉至上，而且我相信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谈恋爱1年后，我策划了一场正式且隆重的求婚，不算是父母安排的相亲，算是我们俩自由意识的相爱。没有任何认识的人，都是一群年轻的人也出来游玩。恰好遇到我跟我老婆求婚。王轩，我真的好幸福。沈雪宁忍着不哭，她怕这会儿镜头里的她不够美。我也足够了解她，知道她怕熟人在尴尬，可又羡慕浪漫的仪式感。而我的人生也从此走上了正轨。